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本非常有名的书《小王子》。哇，这本书我小时候就听过，可是那时候我好像没看懂。很多人第一次看《小王子》的时候，都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本写给小朋友的书，但其实大人看了也会有很多感觉。对，我听别人说，这本书是一个法国人写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，他叫圣埃克苏佩里，名字有点长，对吧？哈哈，有点难记。那小夏，你第一次看《小王子》是什么时候？我大概20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刚开始工作，心里有点累，朋友就推荐我看这本书。看完以后，我真的被他打动了。哇，是哪里打动你呢？其实这本书很简单，可是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跟你说人生的道理。比如小王子说过，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这句话好像很有意思，但我有点不太懂。我来解释一下，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，意思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，比如爱、友情、信任，这些都看不见，但是能感受到。就是像你爱一个人，你看不见爱，但是你能感觉到，对吧？对，你真聪明。那这本书里最让我印象深的是那只狐狸，它跟小王子说你要驯服我。驯服这个词我以前听不懂。驯服这个词挺有意思，比如我们说驯服动物，就是让动物习惯你，不怕你，信任你。那狐狸说驯服我，是不是说让我们变得亲近啊？对啊，在这本书里，驯服其实就是变成朋友的意思。狐狸告诉小王子，只有你花时间用心去了解一个人，他才会变得对你特别。哇，好浪漫哦！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想驯服你？哈哈，这句话说给朋友听可以，但要小心对象哦，不然人家会以为你在告白。哎呀，那我不敢乱说了。不过这也说明，小王子里的语言虽然简单，但意思很深。对，我觉得他的文字都很温柔，像小王子离开他的小星球的时候，我都快哭了。那一段真的很感人。他的小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，对吧？对，那朵花又漂亮又有点骄傲。哈哈，没错。那朵花其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爱的人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很麻烦，很爱抱怨，但其实只有离开以后才发现，他是你心里最重要的人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好像又想回去重看一次。那挺好的啊。小王子这本书，不同年纪看会有不同的感受。真的，我小时候觉得他在讲故事，现在觉得他在讲人生。刚才我们说到小王子里的那朵花，现在我们来聊聊小王子在旅行时遇到的那些大人吧。对，他去了好多星球，每个星球上都只有一个人，好奇怪。对啊，第一个他遇到的是国王。我记得那个国王特别喜欢命令别人，对吗？哈哈，对。国王坐在一个很大的椅子上，戴着王冠，看起来好像很有权力。权力这个词我听过，但能解释一下吗？当然了，权力就是可以命令别人，决定事情的能力。比如国王有权利告诉别人该做什么。哦，那我妈妈也有权利让我早点睡觉。哈哈，可以这么说。不过国王的权力有点特别，他虽然命令别人，但其实他的星球上根本没有别人，只有他自己。哈哈，那他命令谁呀？他命令星星，命令太阳。那太阳听他的吗？当然不听啦。可是他会说，我命令太阳在傍晚下山。其实太阳本来就会下山。哇，他好可爱哦，又有点孤单。对，小王子里的大人们都很孤单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，却忘了怎么去爱别人，理解别人。那第二个星球是谁呀？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。
虚荣是什么意思？虚荣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。比如有的人很喜欢别人夸她漂亮、聪明，不被夸就不开心。哦，就像有些人拍照要修半小时。哈哈，对，这也是一种虚荣。那个虚荣的人希望别人一直鼓掌，一直夸他，可是他一个人住在星球上，没有人看他。那他也好可怜。是啊，所以小王子说大人真奇怪。这句话我超喜欢，他好像看透了大人的世界。没错，接下来他又遇到一个酒鬼。酒鬼他一直喝酒。对，小王子问他为什么喝酒，酒鬼说因为我想忘记。小王子又问忘记什么，酒鬼说忘记我喝酒这件事。哈哈，这也太有意思了。是吧？其实这是一个循环，循环就是一件事一直重复，没有结束。哦，那他永远都逃不出来。对，他喝酒是为了忘记自己喝酒。作者其实在告诉我们，很多人用一些方式逃避现实，但其实越逃越困。有点像我们不想写作业的时候，就一直玩手机。完全一样。后来小王子又遇到一个商人，我记得这个人一直在数星星。对，他说那些星星是他的。可是星星能是他的吗？当然不是，他只是觉得只要我数过就属于我。这其实在说，有些人太在意拥有，却忘了感受。哦，有点像有些人买了很多东西，可是并不开心。对，正是这个意思。有时候我们以为拥有很多就会幸福，其实不一定。那小王子是不是也有点不懂，大人为什么要这样？对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大人总是忙着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。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像是在提醒我们，不要长大以后变成那样的人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小王子的原因，因为他告诉我们要保持纯真的心。纯真是什么意思？纯真就是心里很干净，很简单。比如你相信世界是美好的，相信别人是善良的。那小王子就是一个纯真的人。没错，他像一个永远相信爱的孩子。那他后来去了哪个星球？他还遇到一个点灯的人。点灯的人？他在干嘛？他每天点亮路灯，然后又把灯关掉。可是他的星球转得越来越快，所以他几乎没有时间休息。啊，那他岂不是一天要点好多次灯？对，他特别辛苦，但小王子很喜欢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点灯的人虽然累，可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。他在照亮别人，而不是只想着自己。哦，所以小王子喜欢有意义的人。对，这一段特别美。作者在说，真正重要的是，不是你拥有什么，而是你为别人做了什么。好感动哦。你看，小王子虽然很短，但每个星球每个大人都在提醒我们一些事。那他最后去了地球，他遇到的第一个特别的朋友就是那只狐狸，对吧？对，那只狐狸真的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角色之一。我特别喜欢那一段，狐狸好聪明，说的话也很温柔。没错，狐狸和小王子之间的故事，其实就是在讲友情和爱。对，我记得狐狸对小王子说，你要驯服我。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驯服这个词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驯服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们说的驯服动物，比如驯服马、驯服狗，意思是让动物听你的话，不怕你。但在小王子里，驯服还有另一个意思，就是要两个人变得特别，变得亲近。哦，就像变成朋友一样。对，狐狸对小王子说，对我来说，你现在只是一个小男孩，和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可是如果你驯服了我，我就会和别人不一样。哇，这句话听起来好浪漫。是啊，其实狐狸想说的是，当你用心去对待一个人，他就会变得特别。那小王子后来真的驯服了狐狸吗？对，他每天都去找狐狸，
一开始坐得很远，后来越来越近。狐狸慢慢习惯了他的声音，他的样子。有一天，狐狸终于说：“现在你驯服了我。”听起来好温暖，可是又有点伤感。是啊，因为狐狸知道小王子最后还是要离开。那我记得狐狸哭了，对吗？对，小王子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要让我驯服你呢？现在你要哭了。”狐狸说：“因为现在我有了颜色，世界变得美丽。”这句话好有诗意哦。对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。狐狸告诉小王子，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我们刚刚好像也提过这句话。对，但现在我们知道它更深的意思了。它不是一句哲学的话，而是关于心的。比如，你喜欢一个人，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，而是因为你了解他，在意他。对，因为你花时间在他身上，他才特别。对，狐狸还说，你要为你驯服的东西负责。负责我知道，就是要照顾，对吗？对，负责就是要用心，要有责任。比如，你有一只宠物，你就要照顾它；你有一个朋友，你要关心他。那狐狸是在告诉小王子，爱一个人就要对他负责，对吧？对，你看《小王子》里没有说我爱你，但是每句话都在讲爱。好浪漫的书哦。不过我也觉得有点难过，因为最后小王子还是要走。对，他要回到他的小星球，回到那朵玫瑰花身边。那朵花其实一直在等他，对吧？对，虽然那朵花有点骄傲，有点嘴硬，但他其实也爱小王子。我记得小王子说过，他看到了很多朵一样的花，但他知道自己的那一朵最特别。对，那是因为他花了时间去照顾那朵花。当你为某个东西付出时间，它就变得重要。哇，这句话太有道理了，好像我们学习中文也是这样。对啊，你每天都在听，在说，在练习，所以中文就越来越属于你了。原来连学语言也可以有小王子的感觉。当然啦，小王子教会我们的不只是爱，还有坚持、真诚、成长。真诚是什么意思？真诚就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不骗人。比如你对朋友真诚，就是不假装，不说假话。哦，那小王子也是个很真诚的人。对啊，他从来不骗人，也不喜欢假装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他，因为他像我们小时候的自己。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小王子。这句话说得太好了。其实长大后我们都会忙着工作生活，有时候会忘记心里那个小孩。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学小王子，偶尔去看看星星？对，星星在这本书里也很重要。小王子说，当你仰望星空时，就好像看到无数个小铃铛在笑。好可爱。那他离开地球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在星星下？对，那一幕很温柔，也很安静。他告诉飞行员，如果你看到天上有一颗星星在笑，那就是我在对你微笑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真的会哭。没关系，很多人看那一段都会哭，但这不是伤心的哭，而是被感动的哭。我懂，因为他离开了，但爱还在。对，狐狸说过，当你看星星的时候，因为我住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，所以你会觉得所有的星星都在笑。好浪漫，我都想去看星星了。其实那一段很多人都看哭了。我也是。虽然他走了，可是我总觉得他还在。对，其实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，它虽然讲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，但里面的感情特别深。对，我觉得《小王子》其实不是一本给小孩看的书，而是写给长大了的大人。你说的对，很多大人看完都会想起小时候的自己。其实这本书是在告诉我们，不要忘记心里的那个孩子。心里的孩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简单、真诚、容易快乐的心。小时候我们会因为一朵花、一颗星星就开心，
可是长大以后，我们更容易担心、害怕。我有时候也觉得长大真的好复杂。对，长大以后我们会学到很多聪明的东西，可是有时候也会忘记快乐是什么。那小王子是不是在提醒我们，不要忘记怎么去感受生活？对，你看他从来不忙着拥有，他只是想了解，他想知道花为什么生气，狐狸为什么难过，星星为什么闪。对呀，他一直在问，一直在看。对，这就叫好奇。好奇就是想知道，想了解。比如你第一次看到雪，就会想摸一摸，这就是好奇。那我也算是个很好奇的人。哈哈，对呀，这很好，因为好奇心让我们保持年轻。那你觉得小王子最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是4个字：爱与责任。责任这个词我们之前也讲过，就是要对别人、对事情有心，对吗？对，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去旅行，其实就是在学怎么去爱别人。他一开始只爱那朵花，可是后来他发现，爱一个人不仅是喜欢，还要理解、照顾、承担责任。就像狐狸说的，你要为你驯服的东西负责。对，这句话真的很重要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你选择和一个人建立关系，就要认真对待。我觉得这本书很温柔，但也有点孤独。没错，其实孤独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孤独我知道，就是一个人，没有人陪，对吧？对，但在这本书里，孤独还有更深的意思。小王子一个人旅行，他不是难过，而是在寻找懂他的人。就是那种想被理解的感觉。对，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。有时候你在很多人中间也会觉得孤单，因为没有人真正懂你。我觉得这句话也很像现在的生活。我们有手机，有网络，但有时候还是会觉得一个人。是啊，所以小王子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联系不是聊天的次数，而是心和心之间的感觉。哇，这句话太美了，我要记下来。哈哈，那你觉得你最喜欢这本书的哪一句话？我最喜欢那句，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爱、友情还是幸福都看不见，但能感觉到。我也喜欢那句，我还喜欢小王子说的，如果你爱上一朵住在星星上的花，那么夜晚看天就会觉得所有星星都在开花。哇，好浪漫哦。是啊，这就是小王子的魅力，它看起来简单，却让人心里亮亮的。我觉得它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到自己。没错，不同的人看这本书会看到不同的自己。有的人看到爱情，有的人看到成长，还有的人看到失去。失去也是这本书里一个主题，对吗？对，小王子离开地球，离开朋友，看起来是失去，但其实是成长，因为他学会了真正的爱不一定要在一起。哇，这句话也太美了吧。是吧？这本书虽然短，但每一句都像是一颗小星星。你看似只是读了一个故事，其实是在读人生。我觉得我以后每年都要读一次。我也是，每次看都会有新的感觉。这就是好书的力量，也是我们做 Pony 聊天时间的原因。我们希望大家不仅听中文，也能听到生活里的温度。哇，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太温暖了。那我们最后用一句小王子里的话结束今天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好呀，你说。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，只是他们忘了。哇，我起鸡皮疙瘩了。哈哈，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记得自己心里的小王子，也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那颗好奇和真诚的心。谢谢大家收听 Pony 聊天时间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